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台湾小伙和大陆姑娘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太有意思啦，我听完简直笑得肚子疼。这不，前2天我的老客户小雨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她男朋友阿辉从台湾来大陆见她父母，结果被她妈妈出了3道题刁难，场面那叫一个精彩绝伦啊！小雨是我2年前介绍对象认识的客户，杭州姑娘，长得水灵灵的，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年薪小几十万，那工作能力杠杠的。家里条件也不错，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从小接受的教育非常好。去年小雨出差去台湾，在台北一个产品研讨会上认识了阿辉。这个阿辉啊，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家族有做茶叶生意的，情况也是相当不错。2个人那叫一见钟情啊！小雨跟我说，阿辉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既有台湾男生的细腻体贴，又不失男子气概。阿辉则被小雨的独立自信和聪明才智所吸引，隔着海峡，2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异地恋。丽姐，我真的很喜欢他，但是我妈对台湾人有些刻板印象，总觉得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会不会处处瞧不起我们家啊？小雨曾经这样担忧地问我。说起来这确实是两岸婚恋中常见的问题。很多大陆家长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总以为台湾人会看不起大陆人，觉得台湾人崇洋媚外，爱慕虚荣。而另一方面，有些台湾家长则担心大陆姑娘是冲着台湾的户口和条件来的，会不会是拜金女啊？这些刻板印象真的是害人不浅。实际上，台湾社会发展的相当不错，人均 GDP 比很多大陆城市都高，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都很好。台湾人的礼貌谦和是出了名的，大部分台湾人对大陆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偏见，只是两地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确实有差异。小雨和阿辉网恋1年多，感情越来越深，阿辉每个月都会飞来杭州见小雨，小雨也去台北好几次。2人决定要更进一步发展关系。这次阿辉专程来杭州见家长，准备正式提亲。丽姐，我妈太吓人了。小雨电话里崩溃大哭，她一定是故意的。她明明知道阿辉是台湾人，却故意设计这些刁难他的题目，我真的要疯了。我赶紧安慰小雨，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小雨妈妈对这个准女婿特别关照，设了3道题来考验阿辉。这不仅仅是普通的丈母娘考验女婿，更是带着一些两岸关系的特殊难题啊。第1道题，煮饭题，小雨妈妈第1天就说，听说台湾男生都很会照顾人，今天你来给全家做一顿饭吧，我要看看你平时怎么照顾我女儿的。阿辉有点懵，毕竟第1次见面就要下厨，而且他也不知道丈母娘的口味。但是阿辉很爽快地答应了，阿姨没问题，我在台湾常常下厨的。小雨紧张的不行，因为他知道妈妈的口味特别刁钻，而且大陆和台湾的烹饪习惯也有差异。台湾菜普遍口味偏甜，而杭州这边又是以鲜美著称。阿辉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进了厨房。他先是问了小雨家里人的喜好，然后根据情况调整了菜单。结果这一手真是让所有人都惊艳了。他做了几道融合台湾和杭州风味的菜，3杯鸡、西湖醋鱼，台式卤肉饭，还有一道创新的杭州小笼包改良版。我们台湾的3杯鸡用了9层塔，比较香，但我知道杭州人喜欢鲜嫩的口感，所以我特意调整了火候和配料比例。阿辉细心地解释着。小雨妈妈吃了一口，眼睛一亮，哎呀，这味道真不错，有台湾菜的特色，又合我们杭州人的口味。第1关，阿辉漂亮地过关了，不仅展示了他的厨艺，更展现了他尊重并融合两地文化的用心。第2道题，经济题。饭后小雨妈妈话锋一转，听说台湾现在经济不太好啊，你在台北做技术总监，月薪有多少啊？在台北买房子很贵吧？你有房有车吗？将来你们准备住在哪里？哇，这连珠炮式的问题直接触及了两岸婚恋中最敏感的话题，经济实力。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经济状况有误解，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年轻人薪资低。殊不知台湾的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其实很高，只是房价确实也不便宜。阿辉面对这些犀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
阿姨，您问得很实际。台湾经济确实有自己的挑战，但也有很多优势。我在科技公司做技术总监，月薪约台币15万，在台北属于中上收入。我有一套60平的小公寓，还有一辆车。不过我知道这不算什么。阿辉继续说道，重要的是我有能力和决心给小雨创造幸福的生活。我们俩已经讨论过，如果决定在一起，会根据工作机会来决定是住台北还是杭州，甚至可能是其他城市。我相信凭我们两人的能力，无论在哪里都能过得很好。台湾现在的房价可不比杭州便宜多少呢？阿辉补充道。台北市区的房价平均每平方米约15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也要3万5左右一平，跟杭州市区差不多了。小雨妈妈明显没想到阿辉对两地经济状况这么了解，也没想到他回答得如此真诚务实。她本来以为台湾青年可能会有些优越感，没想到阿辉这么实在。第二关，阿辉也顺利通过。第3道题，文化题。晚上，小雨妈妈突然说要看电视，特意调到了一个播放大陆传统文化节目的频道，然后意味深长地问阿辉：“你们台湾人不是都很崇洋媚外吗？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多少？”这个问题可真是扎心了。台湾人被误解的一点就是崇洋媚外，其实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非常重视，很多已经在大陆失传的传统习俗和工艺在台湾反而保存得很好。阿辉听了这话没有丝毫不悦，反而笑着说：“阿姨，您可能有些误会。台湾其实对传统文化保护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家祖上是做茶叶生意的，我从小就学习茶道和品茶。我奶奶到现在还会写毛笔字，家里的春联都是她亲手写的。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中华文化瑰宝，我们从小学校就会组织参观学习。”小雨爸爸在一旁听得很认真，突然问道：“那你对我们杭州的文化了解多少？”阿辉眼睛一亮：“叔叔，杭州可是我最喜欢的大陆城市之一。西湖十景、龙井茶、丝绸文化、南宋遗风，我都很感兴趣。我之前专门读过西湖佳话，了解了很多杭州的历史典故。”接着，阿辉竟然现场吟诵起了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小雨爸妈都惊讶地张大了嘴，没想到这个台湾小伙对杭州文化这么了解，还能脱口而出这首诗。阿辉见状，乘胜追击，其实台湾和杭州有很多文化联系，比如我们台湾的一些家族就是从浙江一带迁过去的，两地的饮食文化、生活习惯都有共通之处。比如我们都喜欢喝茶，都重视家庭关系，都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传统习俗。小雨妈妈不得不承认，她对台湾的了解确实停留在过去的刻板印象上。阿辉的回答让她对台湾，特别是对这个未来女婿有了全新的认识。就在大家以为3道题都结束的时候，小雨妈妈突然抛出了最后一道终极考题。小雨说：“你们在台湾那边相处时，你总是带她去一些很贵的地方消费，动不动就上千台币一顿饭，你是不是很铺张浪费啊？在我们大陆，年轻人都提倡勤俭节约，量入为出。你们台湾年轻人是不是都很会花钱，不会存钱啊？哎呀妈呀，这个问题真是扎心了。台湾年轻人被大陆人误解的一点就是会玩不会存，总觉得台湾青年喜欢超前消费，不像大陆年轻人那么能吃苦耐劳。”小雨顿时紧张的手心冒汗，因为他知道阿辉确实很舍得在他身上花钱。每次他去台北，阿辉都会带他去一些网红店、米其林餐厅，让他体验台北的美食文化。小雨担心阿辉会被妈妈贴上铺张浪费的标签。阿辉听了这个问题，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诚恳地解释道：“阿姨，我理解您的担忧。确实，我带小雨去的一些餐厅价格不便宜，但这其实是台湾的一种交往文化。我们认为请重要的人吃一顿好的，是表达重视和尊重的方式。而且阿辉继续说，我平时其实很节俭的，我的手机用了3年都没换，衣服也基本穿2-3年。我觉得在该省的地方省，在该花的地方花，这才是理性的消费观。比如我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储蓄计划，为将来买更大的房子和可能的家庭开支做准备。”小雨妈妈还是不太相信，那你平时都怎么理财啊？
年轻人不能只顾眼前享乐啊。阿辉拿出手机，打开了他的记账软件。阿姨，您看，这是我这几年的收支记录和投资规划。我每月收入的30%用于基本生活开支，20%用于提升生活品质和社交，剩下的50%全部用于储蓄和投资。我有一部分资金在做稳健的基金定投，还有一部分用于家族茶叶生意的扩展。小雨妈妈仔细看了阿辉的理财规划，不由得点了点头。她原本以为台湾年轻人都很会享受生活而不懂得规划未来，没想到阿辉竟然有这么清晰的财务计划。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都面临着高房价、就业压力等问题，阿辉补充道。但我相信只要有正确的理财观念和奋斗精神，无论在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希望能和小雨一起把两地的优点结合起来，既能享受生活的美好，又能为未来做好规划。小雨妈妈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错不错，看来你确实是个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就在大家以为中级考题已经结束时，小雨爸爸突然严肃地问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问题：如果你和小雨结婚后，将来你们有了孩子，你会让孩子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可真是敏感又尖锐啊！涉及到身份认同，这可是两岸婚恋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小雨紧张的手心直冒汗，他偷偷看了阿辉一眼，生怕他会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来。阿辉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回答：叔叔，我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应该非此即彼。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会让他同时了解和尊重两岸的文化和历史。我会告诉他，他的血脉里流淌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无论是在杭州西湖边听苏东坡的诗词，还是在台北故宫看那些流传千年的文物，都是属于我们共同的文化瑰宝。我相信，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未来的年轻一代会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心态。他们不必纠结于非此即彼的身份选择，而是能够自豪地承认自己既了解大陆文化，也熟悉台湾特色。阿辉的回答让小雨爸爸陷入了沉思。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比一般人更深入。他本来以为阿辉会回避这个问题，或者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没想到他的回应如此真诚而有深度。好小子，有想法。小雨爸爸拍了拍阿辉的肩膀，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这时，小雨妈妈突然笑着说：好啦好啦，考研也该结束了。其实我们对台湾一直很有好感，我和你爸年轻时还去过台湾旅游呢。我就是故意刁难你一下，看你是不是真心对待我们家小雨的。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丈母娘的苦肉计？小雨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小雨妈妈继续说道：现在的年轻人跨海谈恋爱不容易，我就是想看看你们的感情是否能经受住考验。阿辉，你的表现很出色，证明你不仅爱我们家小雨，还尊重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阿辉这才松了一口气，笑着说：阿姨，您这考验也太严格了吧，我刚才紧张的手心都是汗。那当然，把女儿交给一个台湾女婿，我们当父母的不得好好考察考察吗？小雨妈妈笑着说：不过我现在放心了，你小子不错，懂得尊重不同的文化，也有责任感和上进心，最重要的是真心爱我们家小雨。小雨爸爸也点点头，说实话，我们一开始确实对台湾女婿有些顾虑。媒体上经常报道两岸婚姻的各种问题，什么文化差异啊，家庭观念不同啊，甚至是政治立场冲突啊。但见了阿辉本人，我发现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沟通和理解来解决的。其实两岸年轻人的差异远没有长辈想象的那么大。阿辉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开放、更包容，也更关注共同的兴趣和价值观，而不是纠结于出身地域。没错，小雨附和道，我之所以喜欢阿辉，就是因为他身上既有台湾男生的细腻体贴，又有坚韧和责任感。我们在一起从不讨论政治，而是专注于共同的爱好和未来规划。小雨妈妈突然神秘地笑了。好了，既然考研都通过了，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惊喜吧。她起身去卧室，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一对玉镯，一直留着要给小雨结婚使用的。今天就先给你们看看，算是我们对这门亲事的认可。小雨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阿辉也感动不已，谢谢阿姨叔叔的信任，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小雨，给她幸福的。就这样，经过丈母娘的3道考题加终极考验，阿辉不仅全部通过，还赢得了未来岳父岳母的高度认可。两家人其乐融融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见面之夜。后来小雨和我分享这个故事时，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丽姐，我妈太会演了。她其实早就通过阿辉的社交媒体了解了他的情况，对他印象很好。这些考验纯粹是为了逗我们玩的。小雨说，我不由得感慨，这就是两岸婚恋的魅力所在啊。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和误解，但只要真心相爱，愿意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这些所谓的鸿沟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跨越。其实啊，这些年我见证了不少两岸姻缘。刚开始交往时，双方家庭确实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大陆家长担心台湾女婿会看不起大陆，台湾家长则担心大陆姑娘是冲着条件来的。但真正相处后，大家往往会发现，两岸年轻人的共同点远多于差异点。在传统习俗、家庭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两岸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一些差异，比如说话方式、消费习惯、社交礼仪等，只要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完全可以融合得很好。对于打算跨海恋爱的年轻人，我有几点小建议。了解了很多杭州的历史典故，接着阿辉竟然现场吟诵起了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小雨爸妈都惊讶地张大了嘴，没想到这个台湾小伙对杭州文化这么了解，还能脱口而出这首诗。阿辉见状，乘胜追击。其实台湾和杭州有很多文化联系，比如我们台湾的一些家族就是从浙江一带迁过去的，两地的饮食文化、生活习惯都有共通之处。比如我们都喜欢喝茶，都重视家庭关系，都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传统习俗。小雨妈妈不得不承认，她对台湾的了解确实停留在过去的刻板印象上。阿辉的回答让她对台湾，特别是对这个未来女婿有了全新的认识。就在大家以为3道题都结束的时候，小雨妈妈突然抛出了最后一道终极考题。小雨说，你们在台湾那边相处时，你总是带她去一些很贵的地方消费，动不动就上千台币一顿饭，你是不是很铺张浪费啊？在我们大陆，年轻人都提倡勤俭节约，量入为出，你们台湾年轻人是不是都很会花钱，不会存钱啊？哎呀妈呀，这个问题真是扎心了。台湾年轻人被大陆人误解的一点就是会玩不会存，总觉得台湾青年喜欢超前消费，不像大陆年轻人那么能吃苦耐劳。小雨顿时紧张的手心冒汗，因为他知道阿辉确实很舍得在他身上花钱。每次他去台北，阿辉都会带他去一些网红店、米其林餐厅，让他体验台北的美食文化。小雨担心阿辉会被妈妈贴上铺张浪费的标签。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哦。